警察突然看到，在一家儿童色情网站上正进行着直播，而恰巧这个小女孩他们还认识，正是刚刚被曝失踪的俩姐妹中的妹妹艾莉。显然她已经被绑架了，还被迫按照观众的要求表演。见状，警察急忙追踪网站 IP 地址，可却是一无所获。而就在警察束手无策之际，姐姐的床照突然被发了出来。老师见到后急忙通知了警方，并表示是姐姐主动发给同学的，而里面的男孩也不是本校学生。同时姐姐曾告诉过同学，他们去参加大学兄弟会派对了。接着警察就赶到了派对，让组织者辨认图像中的男孩，结果他一眼就认出是好哥们。然后在警察的恐吓下，他乖乖交代了好哥们的房间。而当警察砸开房门后，居然发现姐姐正在里面。原来她并没有失踪，却是在这里快活。不过由于姐姐只有15岁，所以小伙因为法定强奸罪被逮捕了。接着警察又提起艾莉被绑架的事，此时姐姐才知道妹妹居然失踪了，然后赶紧找手机看短信，果然妹妹昨晚给她发过信息。事情真的很糟糕，竟是艾莉偷偷录下了自己被带走，然后被扔进汽车后备箱的经过，只是没有拍到歹徒的面貌。于是警察就严刑拷问起了小伙，让他回忆是否在派对上看到过艾莉。这是个简单问题，但小伙却沉默不答，这一下就搞得警察没耐心了。不料此时他才开口，表示曾看到艾莉和永强在一起。永强的年纪比较大，经常提供派对用品，并且他的妹妹温蒂也一起。同时姐姐也证实，我俩就是被温蒂带到派对上的。然后就讲述了温蒂的样貌，她20多岁，是棕发，有鼻环，还有一条皮革腕带。然后警察就将直播截图拿了过来，结果一看这个腕带，姐姐确定和温蒂的一模一样，这样基本就可以断定直播中的男人就是永强了。那接下来就是想法找到人了，可是警方却无法追踪到直播的 IP 地址，因为他是在暗网上。于是他们只好来到儿童色情组寻求帮助。然而负责人很是不耐烦，声称暗网找不到，还抱怨天天在这些视频里找线索，眼睛都要流血了。但警探们不管这些，他们一心只想要线索。对此负责人也没办法，毕竟手头上的案子实在太多了。见状俩人也就不多说了，刚要转身离开，不料负责人突然开口，有一条希望不大的线索，就是我们刚逮捕了一名黑客，他黑过一些暗网儿童色情网站，或许他能帮上忙。结果这个黑客还真的挺厉害，一眼就看出了网站的本质，很快就锁定了他，开始追踪了起来。可出人意料的是，他的地址竟在全世界变化。对此黑客声称可以植入病毒，直接关掉网站，不料却被警察阻止了，因为这是与绑匪的唯一联系。接着他们又让黑客追踪永强上传的所有视频，结果黑客不负众望，很快就找到了永强上传的第2段关于艾莉的直播回放，一共有2000人观看过了。视频中艾莉已经洗干净，换上了新衣服，按照粉丝的要求开始表演了，因此时间非常紧迫了。随后警察又查出了近5年来永强上传的所有视频，一共是5段，发现他每年都换一个新的女孩，而艾莉则是第6个。他会先从卧室拍，接着是浴室，然后再按照观众的要求继续。对此检察官猜测，等永强利用完他们后，女孩们大概率会去吸毒或站街，所以可能都留有案底，只要据此找到他们，就有希望获得永强的线索。随后警察根据犯罪系统查询到了几人，第1个女孩则成为了脱衣舞娘。但当警察亮明身份，说明在找艾莉后，女孩也只提供了温蒂的信息，称她以前更惨，离家出走后被永强收留，在那里算是比较照顾我了，我现在已经走出来了，并在最后保证谁也抓不到永强。而第2个女孩比较幸运，她成为了一名摄影师，虽然她的导演丈夫极力阻止她开口，但女孩还是偷偷写下了一些东西交给了警察，而上面居然是温蒂的住址，这可算是重要线索了。随后警察就在半路上堵住了温蒂，问她是否认识艾莉。起初温蒂还不承认，但警方有酒店的监控证实俩人说过话，可温蒂仍想狡辩，警察只好对她好言相劝，希望她坦白。不过温蒂还是不说，并转身就要走。见状警察急忙给了她一张名片，希望温蒂想起什么就打电话，并要求她先拨打一下，好事先存下号码，谎称是为了走流程。殊不知这是警方故意为之。就这样他们获取了温蒂的号码，随后就立马对她的手机进行了监听。果然温蒂被打草惊蛇了，她正在联系永强，并赶往他的住处，而这些都被警方获取了。紧接着警察就开车跟踪起了温蒂，希望跟着他找到永强。不久之后温蒂就到达了目的地，而警察也紧随其后。既然终于找到了永强老巢，那也没必要再放任温蒂了。却不料温蒂丝毫没有慌张，因为他早已识破了警方的计谋，屋子里竟是空的，永强已经提前撤离了。然而就在警察失望之际，永强的声音却突然传了出来，这可把人吓得不轻。原来是他开启了直播，并直接和房间里的电脑连线了。显然永强是在赤裸裸的挑衅警方，不过好在他没看到本森在场，于是搭档假装和永强聊天，实际是在拖延时间。而本森则出门寻求帮助，他推测所有人都与温蒂有关，看得出永强很重视他，所以不会离温蒂太远，或许能找到他。而最快的方法当然是撬开温蒂的嘴了。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温蒂早已和永强融为了一体，他不认为永强伤害了自己，反而是救了他，甚至连艾莉都是被拯救的。尽管警察苦口婆心劝解，
你是被强迫的，所有人都是被强迫的。哪知温蒂仍反驳是永强救了他们，因为有的人当年在嗑药，有的则无家可归，而艾丽才14岁就去参加兄弟会派对，显然父母对她毫不关心。可是警察知道艾丽的父母都急坏了，并称你的父母也一直在寻找你。但温蒂不信，还表示永强说了，我失踪后父母都没报警，这个世界没人关心我，只有永强是爱我的。这一看温蒂就是被深深欺骗了。随后警察就和他的父母接通了视频，而这也是温蒂5年来第一次和母亲见面。那边母亲和姐姐见到他后都是很激动，希望他平安回家。可这时温蒂又想起了父亲，不料父亲却因思念过度没有挺过来。在得知这个噩耗后，再加上警察的不断劝解，温蒂终于悬崖勒马，交代了永强的藏身处。然后就在永强按照观众的要求对艾丽伸出咸猪手，即将表演之际，警察及时冲了进来，永强顿时就吓懵了，然后他就被枪顶住了脑袋。而这一幕对面的警察也看到了，这下终于放心了。最终艾丽被成功解救了出来。等到两姐妹见面后，姐姐满心都是愧疚，不过好在结果是皆大欢喜的。